尊敬的战友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呐。这个不是农药啊。今天发生了很多大事啊，每个事情都是对中共造成了不小的麻烦，甚至可以说是重击啊。台湾、澳大利亚都对中共动手了，然后呢，中国自己内部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危机。对，德州检察长这边针对这次美国的大选有了最新的突破，导致川普失败的这次美国选举啊，里面有更大的阴谋呢对，还有就是说到间谍啊，最近美国也抓到了一个中共的美女间谍呀，还有这个翟东升，这两天呢，翟东升这个人火得很呐，有很多观众朋友们也给面具人留言了，要面具人我来谈一谈翟东升的这个事儿。好，那这个话题咱们放在节目最后讲，因为面具人我看待这个事件可能和网上别人的这些政论博主的观点不太一样，我是站在美国整体的政治和中共的诉求的角度来判断的。咱们先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的来讲啊。首先来讲一讲这个台湾这边出现的大事儿，那就是蔡英文下狠手了呀。陆配、何建华涉嫌推动中共统战破坏台湾政治的间谍活动，被蔡英文下令抓捕。这是台湾国安法修正后的首个案例。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啊？全世界都在搞国家安全法。当然了，此国家安全法非彼国家安全法。中共的国安法是用来对付自己的人民的，如果你说国安法是用来对付外敌、保障国民安全的，那是没问题的，对吧？这一次啊，台湾抓到的这个间谍案件啊，判的还是比较重的。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呀，这个何建华呀，在台湾搞了一个中华妇女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主要是致力于协助在台湾的陆籍配偶。然而呢，台湾检察单位发现何建华在去年竞选期间啊，接受了中国方面的建议，从事间谍活动，涉嫌违反了台湾国家安全法，因此呢，予以起诉。中华妇女联合会理事长何建华涉嫌为中国发展间谍组织，台北地方检察署在12月7日依照涉嫌违法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机关发展组织罪起诉。调查指出，此案件是2016年修正国家安全法之后首件依照修正的国家安全法起诉的案件，最高可判处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处以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罚金。那这个钱是按照台币计算的，要是按照人民币换算的话，差不多就是10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大致这个范围啊。中央社与苹果日报报道，台北地方检察署起诉何建华与中华妇女联合会秘书包克明，并表明检察官同时建议法院审查何建华已取得我国国民身份，应忠于国家。但是他何建华竟不思考我国提供给他的自由民主的生活环境，反而滥用我国的宪法所保障的民主法治，利用我们的民主来破坏我们国家的安全。另外呢，包克明原本是媒体从业人员，熟悉两岸政治以及国安情势，竟甘愿作为中共的统战犬马，积极撰写统战工作计划，罔顾国家安全。因此呢，两人犯的是重罪，恶性重大，情节严重，请求从重量刑。苹果日报报道，台北市调查处中正组组长刘景勋原本是按照查贿选的方向侦查这个案件的，但是呢，通过调查何建华遭查扣的手机，发现何建华与中共统战组织有往来记录，所以呢，就把他移送到了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检方呢，从何建华的手机资讯中查出，何建华参加中国北京两岸婚姻家庭陆配回娘家活动的时候，结识了统战部所属的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部长高伟，同时结识的还有处长李佳、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秘书长王小兵、中国民政部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文涛等人。
当时任副部长的高维指派处长李嘉与何建华保持联系，长期以在台陆配回娘家、两岸婚姻家庭等名义举办活动，并由全国台联会提供附中落地招待等优惠资源给何建华，让何建华配合中国对台统战，主持以及发展中华妇女联合会等组织，进而吸引诱骗中国配偶返回中国，实施统战以及思想教育，支持两岸统一、一国两制等政治理念。除了国家安全法之外，身兼促统党、女娲党党部主委的何建华，去年代表中华统一促进党参选不分区立委，招待民众到金门、厦门旅游。其实面具人，我觉得这个招待别人旅游也没什么啊，人身自由嘛，个人选择。但是何建华涉及贿选，并且接受了境外资金的支持，搞钱权交易，那这就不行了。所以台北地方检察署也将他违法的行为就是包括收了境外的脏钱、红钱，包括违反选举法，搞这种钱权交易、贿选的这些事情，都把他起诉了。那何建华在1996年嫁给台湾丈夫，2006年与台湾的丈夫离婚。她于2013年成立了台湾中华妇女联合会，现任中华妇女联合会理事长。中华妇女联合会是台湾唯一的由陆配组成的社团的这么一个形式她也是这个唯一的陆配社团的法人。那截至2019年已经有3万多名会员，在全台有20多个分会。何建华在2019年代表中华统一促进党参选不分区立委。那你们看何建华这个人在台湾的势力其实也不小呢，可以算得上是一号人物了。就一个小小的协会，这只是其中之一就有3万多名会员。这个何建华不但参与两岸促统，还参与了一个比较重大的恶性事件，就是颠覆台湾总统的政权。与何建华联系的一名关键人士是中国全国台湾同学会副会长黄信瑜。那这个人向何建华允诺重金。根据调查指出，何建华同意了这笔交易以后，黄信瑜在同年的11月9日依照约定把人民币3万元从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汇款到了何建华的厦门银行账户。哎呀，看到这儿，面具人我就觉得我的妈呀，3万块钱你就能干这种间谍事儿观众朋友们，你们现在看明白了吧？人性是多么的不值钱呀！何建华随后就把钱取了出来，并将现金存于中华妇女联合会的办公室内。检方搜索何建华的相关住所时，查扣了新台币40万元现金以及电脑、手机等证物。黄信瑜通过微信指导何建华在台湾组织抗议活动，并且为他提供了2019-1120拒绝贾博士人民要真相的新闻稿，并且要求他把这些材料转送给媒体人彭文正、年金改革联盟、军公教联盟等单位，以求于在总统大选期间扩大渲染相关的消息，制造选举纷争。那看到这儿，面具人我发现了一个点就是这里面怎么还有彭文正的事情呢？面具人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彭文正的。哎呀，看到这儿，这个新闻讲到这里，面具人我怎么感觉事情的发展有点复杂了？在这里面具人想要告诉各位政治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不是 A 就是 B， 非黑即白。那 A、B 之外还有 C、D、E、F 呀，每一个不同的单元都可以互相交织在一起，编织成一个新的故事。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故事反正是讲给老百姓听的。而我们这些政客要研究的就是怎么讲好故事，怎么画好大饼，对不对？政客嘛，讲故事画大饼那是他的本职工作。来继续看新闻何建华将组织对抗蔡英文政府的事情告诉了北京市台湾事务办公室调研人员王正志。王正志听闻以后，在去年11月10日傍晚通过微信回复，建议何建华可以邀请相关学者到场助阵，以便面对媒体制造声势。如果有必要，可以让800壮士给予配合和策应。
还有军公教人员也会参与制造声势，对抗蔡英文政府。检方指出，何建华之后会依照约定，在2019年11月12日联系反蔡英文团体全民拔菜总部，分发抗议上衣、新闻稿以及相关的内容等，确定了分工以后，何建华随后在去年11月20日率众前往教育部、中央选举委员会以及凯达格兰大道进行集会游行。这个新闻基本上就是这样。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台湾是民主社会，对吧？那面具人在这个事情上啊，我不说谁对谁错，实际上呢，政治对政客来说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错，没有什么对不对错不错的，政治看的就是利益分配，政治讲究的就是割韭菜的艺术。你能把这些老百姓哄开心了，让他自愿给你割韭菜，那就算你有本事；你把老百姓哄不开心了，那你的政权就不保了，那你就要下台了。作为政客嘛，讲好故事就行了。咱们老百姓呀，在政治家的脑子里面啊，咱们这些智商不够的人啊，或者是还没有跟面具人提高过智商的人啊，咱们这些人只是炮灰。政治呀，并不是咱们老百姓想的那么简单，不是 A 就是 B， 其实还有 C、D、E、F、G， 很多可能性交织在一起。有时候呀，政客这么做是这个意思，有时候呢，政客同时在不同的时间下做了相同的事情，他会告诉你时空环境不同，它又是另外一个意思。但是呢，你们要观察啊，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这些政客，他们怎么做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了，他们会打着为老百姓好、为人民服务的旗号，你只用看他做事情，谁获利，为了谁好，看结果就明白了。我们在判断这些人的行为的时候啊，只用看这些人搞的这些事件，他们搞出来这么多事儿，从这些事儿当中导致了谁得好处，对谁有利就行了。就像这几天中国共产党抛出来了一个叫做翟东升的人，很多人给面具人我留言写信发邮件啊，让我谈谈这个人。这个翟东升啊，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并且他讲的话啊也非常的有意思啊。本来美国大选这段时间大家的激情正在慢慢的退去，可是呢，中共现在又抛出来了一个翟东升啊，号称是中共的高级谋士，习近平的高级智囊。那他说了什么重要的话呢？他是这么讲的，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共能搞定美国，是因为美国上层有我们中共的人，他们听我们的话，所以我们能搞定美国。而现在呢，中共搞不定美国了，为啥？是因为川普不听我们的话，所以呢，我们搞不定了，川普要灭共了。观众朋友们，面具人告诉你们，这个人说话说的是非常的巧妙的。你们认为翟东升说的这个话是针对民主党的吗？他说的这个话，他的意思难道仅仅是要告诉大家民主党是中共同路人吗？实际上，所有的媒体都在指向说民主党是中共同路人呀。这种重复的话，你认为中共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再抛出来这么一个重磅的人，再把这种之前的废话再说一遍吗？如果你们这样理解，那你们就太 low 了，知道吗？首先大家应该看到了，中共这几十年来，它的经济、它的社会是在高速发展的，对吧？从穷的要死变成了超级贵族奴隶帝国，世界劳动力工厂，世界第2大经济体，对吧？中共这几十年经历了民主党、共和党轮流执政好几届政府了。那要是按照翟东升的话，美国过去几十年都是有中共的人，美国过去几十年都被中共控制了，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嘛，他就是这个意思嘛，都和中共勾兑了嘛，美国过去几十年嘛，对吧？那他说的这个话就等于否认了美国过去几十年的清白，听懂了没？并且呢，翟东升他说这个话，咱们在目前这个时间段来看啊，对，美国之前全部都和中共勾兑了，导致了中共的崛起，对吧？那美国现在没和中共勾兑嘛，就是因为川普不好对付嘛，川普不听中共的话嘛，对不？你说这个话就是为了表明川普没有跟中共勾兑，是不是？
那他翟东升说这种话，显然就是对川普有利呀，属于夸奖川普，对吧？尤其是在咱们反共人眼里啊，你看习近平的首席智囊都这么说了啊，川普没有跟中共勾兑。面具人，我有时候啊，真的是不知道这些反共人士的脑子是怎么想的啊。就像阿毛说的，这个三国的赤壁之战听说过没啊？敌营派出来了一个庞统啊，到你的阵营说铁索连舟，如履平地。因为曹军都是北方兵嘛，不擅长水战，然后给你出了一个馊主意，说哎呀，铁索连舟，这个把船绑到一块就没事了，是不是？结果呢，黄盖再给你放火，你跑都跑不掉。但是咱们这些反共的人就是不记住历史的教训呀，就是认为对面说的话是对的，只要自己喜欢啊，他说的就是对的，因为铁索连舟能帮我消除对水的恐惧嘛，是吧？那么悖论就来了，既然川普不好对付，川普没有和中共勾兑，川普不听中共的话，川普要灭共，那你作为习近平的首席大智囊的翟东升，在这个时候忽然跳出来力挺川普，就在川普已经败选了，川普已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你帮川普攻击民主党，帮川普攻击拜登，攻击前朝，你翟东升是几个意思？你难道是想背叛我们习大大吗？要帮助这个要灭我们习大大的川普吗？这显然不符合逻辑，对吧？那既然川普不好对付，你翟东升应该按照中共的作风，背地里面耍阴招，把川普阴下去呀，对不对？为什么你翟东升公然的夸奖川普，给川普助威呢？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地下皇帝都是中共在操纵美国，对吧？那按照正常逻辑来说，搞这种地下党幕后操作的事情，你会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来说吗？你显然不会，是不是啊？你会把自己的阴谋诡计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吗？你会这么做，那证明你是纯傻逼，知道吗？更何况翟东升这样的专业谋士、专业公知，对不对？他能混到那种位置的人，能有傻人吗？显然不会有，对吧？那么按照目前的这种情势来看呢，川普本人都转发了翟东升讲的话，说美国前几十年都是被中共控制的，拜登就是其中之一。川普自己现在都说了啊，美国的法院是假的，美国的警察是假的，民主党、共和党里面全都是卖国贼、叛徒。那这和中国人的口径是一样的呀。川普也亲自转发了作为中国人的大纪元的文章，川普也亲自转发了作为中国人的翟东升的文章。那观众朋友们，你们自己仔细看好啊，翟东升这个人的发言，他的言论啊，是非常狠毒的诛心计。咱们说句难听话啊，人家美国大选，人家选啥，人家咋选，选了谁，关你外国人啥事呀？关咱们这些没有选票的、没有人家公民资格的人什么事儿呀？对不对？但是翟东升还有很多吃饱了没事干的华人啊，你不祝福，你反而去煽动人家内战。而且翟东升说的话，你们仔细看啊，包括这些大外宣，他们都像领了统战任务一般，一夜之间啊，所有的华人媒体资源流量都给了翟东升。这背后究竟有多大的动力呢？这些民主大师可是无利不起早的，你不给他钱，他能帮你转发报道吗？对不对？你们也可能看过这些民主大师的直播，你不给他钱，你给他说话的时候，他都懒得回复你，更别说帮你做节目、帮你报道了，对不对？做节目很累的，面具人我做节目也很累的，知道吗？啊，好，你们知道这个翟东升他狠毒在哪里不？他的言论直接把川普美国民主党给割裂了。他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美国之前的好几届政府都是中共的人啊，包括现任政府马上要交接的拜登也是中共的人，甚至共和党内部、民主党内部都有中共的人啊，谁是好人？川普是好人。那这个问题就大了，美国前朝政府和拜登都摘不下这个中共的人的帽子了。那你拜登想要证明自己清白哦，
你想证明自己清白，包括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你想证明自己清白，你怎么证明啊？咱们看事实嘛啊！中共不管你是通过违反合约还是阴谋诡计，中共是不是在和美国的这几十年的贸易往来中变强了？这是事实吧？你不可否认吧？这是实锤了吧 ？OK， 那就证明你奥巴马、克林顿、拜登、小布什全部都是中共的人。你说你不是，那为什么中共通过这几十年跟你们美国这历届的政府打交道变得这么强了？对吧？好，你说你拜登现在想证明自己不是中共的人很难。首先呢，中共那边他自己都说了，你拜登就是中共的人，人家中国人都说了你拜登是中国的人，你拜登自己还能不承认？而且呢，共产党他自己都不否认了，明白没？那你拜登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你拜登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你光靠嘴说说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奥巴马想要承认自己不是中共的人，你光靠嘴说说吗？显然也不可能，因为你奥巴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奥巴马一辈子就要贴着这个中共同路人的标签了，你也没有任何机会再改变了。那拜登呢？拜登现在看起来或许有机会，你拜登想要靠实际行动打击中共，证明自己的清白，对吧？把事儿做出来，可以不？可以啊，咱们拿事实说话。但是你拜登现在没有权利，所以你做不到。现在川普有权利，对吧？那川普要灭你拜登，可是比你拜登反共要容易得多了。其实呀，观众朋友们，面具人我给你们说啊，中共玩的就是诛心，制造对立。其实中共的这个逻辑体系啊，你和他辩，你和他搅屎，你就输了。他总有10000种办法把你套进去。面具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面具人是心理专家，我作为心理专家，我问你是不是神经病，那你肯定说你不是神经病。那面具人我作为心理专家，我就会说了，哎呀，神经病一般都不会承认自己有神经病的，来，把你带走去精神病院。什么？你不想去精神病院？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再问你一遍，我面具人作为心理学专家，我问你有没有神经病，那你第2次肯定会回答你有神经病，对吧？行，那面具人我作为心理学专家，我肯定会说你自己都承认你有神经病了，那你肯定就是神经病了。观众朋友们听懂了没？这就是中共的逻辑体系。中共通过这一次的翟东升，把美国的历史，把美国的前朝，把美国的两党已经彻底的搅浑水了，打成反对派，形成对立了，扣了黑锅了，并且呢，就是说白了，我拉一派打一派，把民主党包括前朝元老都给你打成历史罪人、反革命、阶级敌人。美国要好，先要消灭掉阶级敌人，然后呢，又给你搞什么全球化，把美国害死了啊！全球化把中共搞起来了。观众朋友们，你们懂一点经济学的，懂一点地理学的，你们仔细看看啊，其实全球化当中最大的受益者，全球贸易中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中共只是跟着受益，美国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只不过中国确实是会把握机会，会和人玩一些恶心的把戏啊，处处留坑。观众朋友们，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只要是为了美国好，两党可以高效率的互相的协调理解，高速的配合，把美国运作强大起来。这显然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明白了吗？那他一定是不能让美国的两党互相配合了呀，美国的两党互相斗争，互相拼个你死我活，这样才是最好的，对不对？其实我们看待美国的问题的时候啊，你不要去看哪个党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好，你们明白了没？这是个大前提。如果党派利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人民的利益，那这就搞笑了，明白没？比如说拿这个公务的机会啊，拿国家的机会去你的高尔夫球场打球啊。而共产党呢，他就在做一件厉害的事情，是什么？制造阶级敌人，制造两党矛盾，制造人民矛盾，制造种族矛盾，制造新老矛盾。
而且呢，你稍微的这个矛盾平息了一点儿，平静了一点儿，哎，党内的这些和事佬说不要吵了，我们好好把国家运作起来，国家强大了，大家都有肉吃。不行，中国一看你平静下来了以后，哎呀，我又扔出来一个猛料，你稍微平静一下，哎呀，我又扔出来一个猛料，就不停的火上浇油。一看这个火苗快灭了，哎呀，赶紧煽风浇油点火呀。你们看好中共的这个节奏感啊，他从大选前什么通乌门呀、3个硬盘呀，然后再到之后的死人票呀，还有这个德国的选票作假系统呀，还有就是这个党推出的民主大师啊，包括一系列的举动啊，就和党过上几个月要捧一个民主战神，捧一个民主大师出来带节奏，出来圈养自己的粉丝一样啊。他做的这些事情都是非常有节奏、非常有规律的，一步一步的爆出来，步步为营的。并且呢，这些民主大师每次啊说完话、打完脸以后，他们就跟得了失忆症一样，绝口再不提了，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就跟完成任务领赏钱是一样的。你们理解不了这种玩法，面具人，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就像你的隔壁有人吵架，他偶尔吵1次2次，你肯定不介意呀。那他隔三差五的吵一下，隔三差五的吵一下，有事没事的吵一下，弄得你休息休不好。你今天快睡着觉了，他吵个架；你明天还没睡醒，他吵个架。你最后是不是会忍无可忍？然后呢，就去敲人家的门，找人家理论。因为大家都是在刚吵架、休息不好的气头上，最后呢，甚至会大打出手，打得严重了，甚至会动刀动枪，同归于尽，对不对？那这样谁最高兴？美国出现这种情况，这样谁最开心？对不对？中共的套路就是给你展示一个点，然后把这个点无限的放大，最后呢，一叶障目，让你不见泰山啊！其实川普这么久了啊，美国的经济也跌得很惨，并且呢，川普他说了很多反科学的话，还有什么不戴口罩呀、喝消毒水之类的。然后呢，中国的贸易扩张也并没有抑制住，你像 RCEP 啊、一带一路都正在搞，包括它的数字货币啊，包括它的这个非洲呀、中东呀，它的市场一直在扩张，对不对？中美贸易协议中国也没有履行，贸易逆差也在继续扩大。中国的出口量也在增加，中共在这些时间内还收复了香港、新疆、内蒙、西藏，这都是事实吧？但是你们都被中共给你制造的这一片叶子给障住了你的视线，给挡住了你的目光，让你看不见泰山。其实中共他玩的就是这种，一方面通过心理按摩麻痹大意让你放松警惕，一方面呢，私底下在刀刀毙命对于中共这种政权来说它的延续性很强，红色贵族代代相传。观众朋友们，你们一定要能听懂这句话，红色贵族代代相传，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这句话不是说着玩的，真不是开玩笑的。对于中共这种政权来说它真的是维持这种皇权贵族体系，它要的就是这种不争一时，要争一世，它有的是时间，知道吗？你普通老百姓今天不挣钱，明天要饿死。对于红色贵族来说，时间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过1天、过10天、过1年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他们今天有的吃有钱花，明天不用工作还是有的吃有钱花。他们怎么来钱？他们怎么来奴隶？他们怎么来资源？那就是维持这个奴隶统治。咱们的工作是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奴役咱们，懂了吗？所以呢，不争一时，要争一世以后的几十年，包括过去的几十年，他的机会多得很呢。这一次只是抓住了一些机会来去撕裂美国，他之后的机会还多着呢，这就是中共的心态。所以呢，在这种时刻呀，面具人我不埋怨任何一个共和党或者民主党这2个党派，因为我自己不想作为炮灰参与到这种制造对立的政治斗争当中。你参与进去了，你就会作为中共的斗争工具。但是面具人我自己还是会告诉你们中共的这些逻辑的。你们有心
你们想作为维护人类和平的这种良心人士，那你就传播。然后呢，大家再想一个逻辑啊，这个翟东升他是五毛公知吧，他攻击民主党，甚至是攻击整个美国几十年过去的成就和政策，把这么一顶大大的帽子扣给了美国，说美国过去几十年都是中共的人，那显然他是别有用心的。那川普和五毛公知翟东升合作，直接去攻击民主党，说拜登甚至美国之前的领导人都是中共的黑盟友，美国这几十年等于白活了。那这又是什么行为呢？你川普不是反共吗？那你川普怎么先和共产党的这种境外势力勾结起来攻击自己本国政治？那这又是什么行为呢？对不对？这就像当年国共内战的时候，共产党帮日本人打国民党一样，共产党帮苏联人打国民党一样。你说你是爱国，你说你是攘外必先安内，结果呢，你安内就是要把蒋中正往死的搞，就是要把蒋中正最后打到台湾去了。打到台湾以后，夺取政权了以后，又怎样吗？反右、文革、大饥荒，对不对？你川普现在做的事情很类似于中共当年做的事情呀，迎合外来政权，对不对？迎合境外势力来攻击自己本国的反对派，你川普还想在美国搞这种事情？首先呢，面具人我不管你反不反共，但是你联合境外势力去攻击自己国家的人和党派，以及反对你的反对票的选民，你肯定是居心不良的。中共他通敌勾结境外势力，干掉了自己的国民党反对派中共说成反动派嘛，对吧？他做的这些事情，包括反右、文革、大饥荒，他洗了70年都洗不干净。你川普做完这些事情，你打算洗多少年呢？还有这些美国的资本家、黑心资本家赚中共的钱在美国搞事情，你们真的是不知道中华民国原来的那些黄金荣杜月笙这些有钱的资本家帮中共，最后下场怎么样那都是空降兵，今天下去一个，明天下去一个，对不对那你川普真的，你们仔细想想观众朋友们，这种人为了自己的政权就能联合外国势力直接攻击自己本国土生土长的同胞，甚至要搞戒严、搞军管、搞大抓捕，那这种人你们能信吗？这还没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呢，真就是川普这种人有这么大的权力了，结果你们可想而知，对不对？好了，这个事情你们自己思考。咱们再来讲一下，有个叫芳芳的间谍和我昨天讲的红三代芳芳不是一个人美国媒体根据在12月8日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揭露了一名疑似为中国特工的女性在美国政界经营人脉网络的事件始末的事件。虽然呢，这名疑似为中国特工的女性看似在奥巴马时期已经结束了活动，而且呢，美国官员也没有发现她取得或者传送了什么机密情报，但是她的行动却提升了美国对中国情报活动的警戒。根据报道，这项间谍活动的核心是一名叫做芳芳的女性，她的英文名叫做 Christine Fang， 她瞄准的是湾区地方的官员，或者是在美国全境寻找有潜力进军中央的官员。调查人员用了长达1年的时间制作了这项调查报告，访问了多达22名前任民选官员、政治行动者、前任学生等直接认识芳芳的人士。认识芳芳的友人表示，芳芳是在2011年于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注册入学，当时她大约20几岁，快30岁，或者是30出头。她担任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并且曾在2012年收到了中国驻旧金山使领馆教育组的荣誉证书。根据美国情报人士以及一些认识芳芳本人的友人称芳芳利用了政治聚会、公民团体的研讨会、竞选造势活动以及校园活动一些民选官员或者是知名的人士他们进行了接触，
一位认识芳芳的湾区政界人士回忆说，芳芳把自己定位为亚裔美国人社区和国会议员之间的桥梁。同样认识芳芳的现任佛里蒙特市议员拉杰萨尔万说，他记得芳芳这个人啊很活跃，也曾对他认识如此多的政治人物感到震惊。根据一名美国情报官员以及一名曾经民选为官员的政治人物所说，芳芳至少在3年内与2名中西部的市长经营性关系或者是恋爱关系经营色情关系。2名情报官员指出，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电子监控取得的证据所显示，芳芳至少有2次和民选官员有过色情方面的互动，其中有1名便是中西区的市长。我的妈呀，市长都给勾兑上了。美国反间谍官员告诉调查人员，美国官员是在监控另一目标人物时注意到芳芳，他们怀疑那个人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在中国驻旧金山使领馆外交官员身份底下保护下的卧底。他们调查这名疑似卧底人士发现，芳芳和这名人士时常在各种场合见面或者谈话，联邦调查局才接着对芳芳展开监控。一名前任反间谍官员表示，芳芳频繁在美国各地移动，以接近美国的官员，让他们更怀疑芳芳有任务在身。调查人员报道，其中一个芳芳接触的著名政治人物是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史瓦维尔。根据现任情报员与湾区政治活动家说，芳芳在2014年参与了史瓦维尔连任竞选的募款活动，很多人都目睹了芳芳代表史瓦维尔募捐。他也曾经协助安排了至少1名实习生进入史瓦维尔的办公室工作。史瓦维尔办公室提供给调查人员的声明称，史瓦维尔议员曾经在8年甚至更久以前提供给联邦调查局关于此人的资料，而议员本身呢，已经有将近6年没有再看见过这个人。而事实上呢，情报机构当年对芳芳的活动也有过怀疑，并且呢，在2015年左右警告史瓦维尔，也提供史瓦维尔所谓的防御性简报，让史瓦维尔自己小心。调查人员引述情报员称，史瓦维尔接获通知后马上断绝与芳芳所有的联系。目前史瓦维尔并没有被指控有任何失当的行为。这个东西要理解因为人被间谍骗了，或者是被间谍勾兑了，这个东西防不胜防。如果说他主观上他没有这种犯法行为和过当的行为，这个东西你拿他是没办法的所以呢，你看检方和情报机构也说了，目前史瓦维尔并没有被指控有任何失当行为包括什么色情勾兑之类的。在情报机构调查期间，芳芳在2015年无预警地离开了美国。调查人员试图通过电子邮件和脸书联络他，结果都没有回复。这个芳芳就像一阵风，我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来无影去无踪，把美国的政界的各个高官玩弄于股掌之间，最后呢还这个全身而退调查人员访问美国的官员认为，此案件呢是中国主要间谍机构在2011到2015年之间的一项政治间谍活动，而芳芳只是众多中国情报人员的其中之一。哎呀，面具人，我想说其实现在的中国间谍的布局对美国的渗透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我就拿我在澳洲这边的感觉我看到华人的这些超市呀、老板呀、房屋中介呀、乱七八糟的人我看他们个个都像间谍在这边他们都是能莫名其妙的就有赚钱的路子这些人你都不知道他们哪儿来这么多钱，并且呢，你看网上这些人，他现在大摇大摆的就搞间谍活动呀，搞煽动活动呀，我言论自由呀，对不对？并且呢，你说我今天搞个民主协会，明天搞个人权协会，后天搞个这个牧师团体再搞个宗教协会，然后以这些协会的名义做慈善呀勾兑一些这个高官呀，让他们参加我的活动呀，对不对？这都行对，还有一个新闻，2个新闻
澳洲针对“一带一路”的事情，还有德州的官员说这一次选举有一些地方涉嫌违宪。那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下期再说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就针对今天